双11你买了什么？因为什么买的呢？那我有个同事啊，他买了台投影仪，就这台吉米的 C8X。那我们今年也测过好几台了，我相信呢，他多少也耳濡目染了一些我们专业的评测。所以我还很得意的问他，哎，那你为什么选这台啊？然后他说这台是易烊千玺代言。看来科技的尽头是流量。那前一阵爱普生正好也寄来了一台他们的 A100投影机，我正好也不知道该怎么测，然后看了一下他们那两个价格，好像差不多。那要不比一下？因为这两个品牌啊，它调性真的差了很多。那吉米呢，我看了一下，是13年才成立的一家比较新派的公司。那爱普生我们知道的，小时候我们去什么打印店啊，里面清一色的都是爱普生的打印机。那他们的产品性格在差不多的价位下，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碰撞呢？那放在一起呢？新派的机器确实要更加小巧一点，那爱普生呢，一看就更加像老大哥。那调角度的时候，我笑了。吉米啊是完全没有任何物理调角度的设置，看来是对它的机内调节啊非常自信。而爱普生啊，你看这根是什么？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我用这种物理方式调角度的投影机了。到底哪个更加方便呢？还是要把它放入实际的使用场景中测试。那吉米 C8X 可以用它的自动梯形矫正啊，确实一下子就对齐画面，很方便，是吧？但有一个问题啊，假如这个投影仪太低或者太高怎么办呢？你就算可以通过梯形矫正，但是画面一下就损失那么大一块，而且后面我们还发现一个更加离谱的问题，就是它自动的矫正和画面缩放居然不能同时运行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幕布一旦是歪的，除非你去垫高，不然要么画面小一大块，而且到最后还是要手动调节。所以这点上你看，还是爱普生它的适应性更强。虽然说什么自动化功能都没有，但天生物理上就可以调节角度，让画面更多的部分去展现出来。而投影对焦，吉米这台每次开机的时候都会自动对焦，而且很快的。但爱普生的对焦更智能，它智能的利用我的手和眼去对焦。不过啊，虽然完全是手动对焦，但是你看我对起来连拉风箱都没有，反而更加快。当然了，如果是吊在天花板你够不到的情况下，自动对焦确实有它的价值。所以综上呢，我们可以看出爱普生还是适合那种比较传统的投影用法，就固定在一个位置，一次性调完，然后就开摆了。那吉米呢，适合那种游击战投影，可以不断变换自己的位置。你觉得我说的对吗？如果你信了的话，其实你已经掉入了商家给你设计好的陷阱。我为什么要3天2头换我投影的位置？在座的各位啊，你们谁家的投影仪是这样用的？当然，我不是说自动化没有价值啊，但假如把这种智能调整啊作为一种非常大的卖点，是不是本身就是一个伪需求呢？那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，他们画面的对比。那这一点上呢，我不用笑，吉米先笑了啊！你爱普生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居然还用灯泡去点亮？那兄弟，我早就用上 LED 了。好，那我们就看看他们两个人画面到底怎么样。那你看，在关灯的时候可能看不出太大的区别，但是一开灯，这个爱普生它无论是亮度还是色彩，我觉得完爆了吉米。播放动画片的时候呢，色彩尤其鲜艳，而播放普通电影啊，吉米在高光处显得容易过曝，而爱普生 A1 版呢，无论是开灯、关灯、亮调还是暗调，你看对比度和色彩都更加显得自然，明暗的过渡也更加舒服。那问了品牌方呢，他告诉我，爱普生因为用了一种自研的叫3LCD 的技术。那简而言之呢，你可以认为啊，3LCD 可以同时显示红、蓝、绿3种颜色，这样就不损失任何颜色光了。因此呢，可以做到色彩亮度等于白色亮度，同时也有更好的色准和色彩过渡能力。而一般投影的这种 DLP 技术呢，因为有一个色轮的存在，所以它没有办法做到高的色彩亮度，所以画面呈现啊会比 3LCD 技术啊看起来暗淡一些。那还有，我们暂停一下啊，你看到吉米的这个彩虹纹了吗？那同样这个也是由于技术的原理区别。那个 DLP 呢，在同一时间只能折射一个颜色，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切换色彩时的破绽。而爱普生，你看我们试过啊，无论是在任何的制式、任何快门速度下，它都不会有任何的频闪和彩虹纹。不过这种用灯泡的投影啊，比现在这种新的投影啊，确实有一些硬件上的差异。那比如说爱普生它有个很大的优点，你冬天在旁边看片子的时候呢，会觉得非常的暖和，因为它的散热还有风扇啊，非常的努力。那所以自然而然啊，吉米 C8X 在播放的时候会更加安静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一切不放入实际场景中的测试都是耍流氓。那我们看一下他们实际播放影片时的声音感受。他们说要缝好你的伤，没有人爱小丑，为何孤独不可光荣？他们说要缝好你的伤，没有人爱小丑，为何孤独？那首先，吉米的音响效果呢，确实是要好一些，毕竟这个哈曼卡顿的标也不是假的嘛，那肯定是有 buff 加成的，而且它的音响方向呢是朝向四周的，你听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方向感没有那么明显。那此外，它的低音也是更好。而爱普生呢，它的发声单元仅仅是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啊，所以听的时候呢，这个指向性会更明显。所以我觉得它最适合的使用场景呢，还是把它吊在你头顶的正下方，然后声音反打下来。不过在实际的播放环境下，你们自己听一下。
或者，好像这个风扇的噪音啊，对整体的声音也没有太多的干扰。全神贯注看片的时候呢，基本上是注意不到的。那前面比下来，你可能觉得我有点偏袒爱普生。那我们下一趴理论上是吉米擅长的部分，就是智能交互。进入哔哩哔哩。好的。这点上呢，背靠小度的吉米确实是表现不俗，可以远程通过语音控制，而且这个语音控制呢，只能通过遥控器上的控制键。也就是说，你有遥控器的时候可以语音控制，没有遥控器的时候就不能语音控制。音量增加。对，还有一下它的油好的，这么好的好。音量减小。你在法国旅游，好的，音量整死了好多法国，对吧？当然这点上爱普生也是一样的。打开哔哩哔哩。正在打开云视听小电视应用。减小音量。正在减小音量。退出程序。正在退出应用。所以它们两者同样智能。不过为了弥补这个智能化的不足呢，爱普生特意加了一个小程序的功能，只要你打开微信扫一扫，它能把你的手机也变成一台遥控器。功能呢跟这个实体遥控器是一模一样的。那下一个是智能投屏功能，这点实话实说啊，吉米作为新生代的产品呢，确实更加智能一些。我的 iPhone、Mac、Pad 只要连到同一个 WiFi， 一键就可以镜像投屏了。爱普生在这方面的性格呢，这老派了很多。一方面需要你的设备下载了一个 APP 才可以投屏，而且投了之后呢，全屏的时候还不会变方向，这真是投了个寂寞。不过还是那个问题啊，我觉得投屏在工作会议或者展示的时候呢，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功能。但如果对于家庭娱乐来说，我就是不相信你看片子、看世界杯的时候不刷手机了。所以你真正有几次在家里会用手机投屏去看这个内容呢？好的，那总的来说呢，这个结论也算是比较清楚了。这两个产品还是比较符合各自品牌的调性的。那我这里就不捧彩了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想清楚投影仪这个本质呢到底是什么。那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，老师上课的那种投影仪啊，是最原始的，把一张小纸片压在下面，然后黑板上就出现了一幅画，一道题目。所以我觉得投影仪啊，它本质上就是用来放大和还原画面的。就这点上呢，我觉得爱普生 A100呢，它确实把自己的本职工作给做好，其他花里胡哨的功能是少了一些。所以如果把同样的预算给到你，你会选择哪一台呢 ？OK，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觉得对你还有用的话呢，可以给我一个3连支持一下，也可以关注我的频道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